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废油回收罐安装后的注意事项。因为刚好前2天有一位网友问到说，他有装废油回收罐，但是刚装的那一阵子，他都有定期的做卸油的动作，然后那时候他说都有油流出来，但是最近可能近5000公里，他卸油里面一滴油都没有。那因为我不知道他装的是市售的废油回收罐，就是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废油回收罐，或者说他也是跟我一样自己找零件回来做，所以我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他说主要原因是什么。但是原则上以安装废油回收罐来说，就是进气歧管这一端跟气门室盖、摇臂盖上面的这个 PCV 阀，我们做一个改变，做一个更换，然后把它导引到废油回收罐以后，让废油回收罐过滤，把油气拦截下来以后，让比较干净的空气再流回去进气歧管。这个是改装，你要加装废油回收罐，一定要先搞清楚的东西。那后续的检查，就是说会产生刚刚那位网友的状况，最大的可能就是 PCV 阀堵住了。进气歧管在吸气的时候，因为它这边堵住，摇臂室盖、气门室盖里面的油气吸不出来，会造成废油回收罐里面没有油。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是好的，它是通的，但是可能管子本身或者你的废油回收罐本身有漏气，就是有可能有缝啊，或管子有破洞存在，变成说进气歧管它在吸气的时候，它没办法很有效的把吸力100%的传递到 PCV 阀这边，它可能在这边或者废油回收罐这边就直接吸到了空气，所以会产生这边的吸力减弱非常多，导致油气吸不出来，这个也有可能。那原则上会有这种状况，大概就是吸力，一定是吸力上有出了什么问题，堵住或者破洞产生，才有可能造成吸不到油。因为引擎只要一发动，一达到了工作温度，机油蒸汽就会开始产生。你温度越高，曲轴的运转速度越快，机油蒸汽它产生的量就会跟着变大，这个是一定的，除非你引擎里面没有机油。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会导致废油回收罐吸不到油，一定就是堵住或者是漏气造成。那这个如果有安装废油回收罐的朋友，你们可能平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废油回收罐它会因为你的驾驶习惯，它会导致它里面的油量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譬如说可能你最近开车都比较顺，或者说都比较常在塞车，可能油量会比较少，也有可能就是你最近可能比较常出去跑啊，或者比较高速行驶，会导致废油回收罐里面的油量比较多。所以说油量的多或少，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反而是如果你的油突然的没有了，这个就比较严重，这个就要赶快做检查。因为你的油没有了，要么就是像刚刚讲的，你的引擎里面没有油，但是这个几率真的非常低。然后比较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 PCV 阀堵住，或者管子或废油回收罐有漏气的现象。那如果真的是漏气的话，它会导致里面的正压，引擎内部的正压会突然升高，这个对内部机件或者活塞的运作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说平时在检查油量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最好就是像那位朋友，他就是可能定期或者说有一定的公里数到了，他就会做一次漏油的动作。这个是一部分。然后我们回到废油回收罐的本体，其实如果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我拍过很多片关于废油回收罐这个东西，因为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那基本上不管你是市售的，或者自己做的，或者是比较便宜的产品，或者那种德国出的那一支很贵的产品，它都一样，一定会有一个进一个出，这个没办法避免，一定会有一个进一个出。然后这个本体它就是负责把油气分离。然后其实在这个设计的固定的前提之下，它所能动的巧思就是里面的滤油系统。那在我之前的很多影片里面，我都有讲到，除了管路的安装必须稍微用点心，管子的材质跟管子的长度稍微的做一个适度的规划以后，再来就是滤油器本身，废油回收罐本身的滤油设计。以我知道市面上多半市面上贩售的废油回收罐，它都是利用类似这一种，这个是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颗一颗很小的铜珠，铜做的小珠子下去挤压成型的，这个算蛮硬的，手很难压下去，这个算蛮硬的。但是这个太密了，这个是使用在精密机械上的一个滤油滤空气的系统，这个只是拿出来做一个举例而已。我知道市售的废油回收罐，它用的珠子都比较大颗，没有这么密啊。问题是它经过挤压之后，它里面的间隙真的就是会变得比较小。如果你的废油回收罐它里面是使用类似这一种设计的滤油器的话，这个这样讲可能有点得罪人，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设计方式，因为我看过的它多半都是，我这样举例好了，因为我要展示，所以我们假设进气是在这边，好不好？因为进气，我这一颗的进气它出来是在正中间，如果假设啦这边是进气的话，它出来是正中间，我比较好展示。我看过的市售的废油回收罐，多半如果是使用这种当过滤器的话，它都是直接就是可能像一颗螺丝，然后应该怎么说？假设这是螺丝好了，然后它上面就是有一层这一种东西覆盖在外面，然后把这颗螺丝锁在进气孔这边。然后就它的用意就是，带有油气的空气到这边以后，直接被这个燃油，然后让油气凝结以后，变成油滴往下流。但是如果这个太密的话，久而久之这个会堵住，这个一定会堵，因为我看过那种比较颗粒比较粗的这种过滤器，我有尝试把它弄破，看里面它的侧面结构。它虽然外面珠子看起来很粗，我说的那种，它虽然外面珠子看起来蛮大颗的，但是球体跟球体它的结合面会变得非常细，
你可能外表看，洞还蛮大的，但是可能内部可能就跟这个差不多密，有可能。所以说，那一种拿这一种当过滤器的话，久了可能油，因为油干掉以后，裂化，然后干掉以后，它变成类似有点像固体或者半固体的状态，它会导致这种拿这种当过滤器的那种废油回收罐，它的透气性会变得比较差。简单说就是它的吸力会因为这个东西的脏污受到阻力。那如果不幸的你们的废油回收罐是用这一种的话，要记得这个也要做定期的清理，要不然你的吸力大为降低以后，你会导致引擎内部的正压宣泄不及，吸不太出来，你就会导致你的正压会慢慢的变高。然后不管是原厂设计的 PCV 法，或者说我们加装这个东西废油回收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因为气管的吸力是一定的，除非你更改吸气量或者你更改压缩比，你才有可能去改变气管的吸力大小，要不然气管所能产生的吸力都是固定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也讲过很多遍了，就是我们以不改变吸力为最大前提之下，我们去做安装。所以我才会说，你的管子跟这个接头一定不能比原厂的这个管子的口径小，一定不能比它小，因为如果你比它小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吸力的阻碍，还有管子一定不能比原厂的细，当然也不能太粗，太粗的话，你在安装一定会有一些难题存在。然后当安装的管路、接头跟你要安装的形式都确定以后，最重要的东西来了，就是你要怎么去过滤这个油气。其实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讲，最容易取得的就是洗碗刷锅的那种钢丝球。但是装那个钢丝球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之前看我装我旧的这一颗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做过很多这种，我拿空压机的这种过滤器下去做废油回收罐，但是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它的进气出气端都在这一头，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缺点就是这两个离得很近。那在废油回收罐的器材上寻找的话，其实以废油回收罐来说，最好的方式，这个原则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废油回收罐，它一定主体就是一个罐子，四方的、圆形的，各种形态都有。但是你只要是属于进气都在同一边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设计说，把这两个的位置做分离。我是利用管子，我可能找一支铝管或者是铜管，我会把这一边延长，因为我另外一头这边进气这边，它直接就是接在旁边这边。如果我不做延长的话，油气从这边进来，从这边出来的时候，
注意哦，吸力是由这个孔产生。它如果油气从这边出来，我们没办法及时过滤掉的话，它直接又被吸回去了，就会导致下面这边等同虚设。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去买市售的废油回收罐，我会自己想办法做。当然，以这种跟市售的废油回收罐，它跑法是一样，进排气都在一端。所以如果反正只要你们去使用做安装像我这种的话，你都要注意去看。如果一样进气出气两个孔离得很近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两个孔的距离拉长，接管子也好，或者说这个真的没有实体，我很难讲给你们听。反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把进气跟出气端的距离拉长。像我之前的设计就是我会反装，然后在这一端，因为我反装以后进气从这边出来，然后我接支管子以后，下面我是塞钢丝球，直接让带有油气的空气直接埋在钢丝球里面，然后油气因为吸力，它会到钢丝球里面以后，会经过它钢丝球的类似附着，让油气去附着以后，空气再从钢丝球里面跑出来，回到这一边，回到进气气管端，这样子的燃油效率会好很多，好非常多。那像我刚刚讲的市售的，它就是把这个东西装在这边，装在其中一边了。问题是你直接在这边燃油的话，这个吸力蛮大的哦。你如果在这边燃油，它可能油气会直接又跑回去进气吸管这边。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我还有很多这种，我自己做了很多这种，或者我自己找了很多这种小东西，它都是想尽办法要把油气在适当的位置直接先做个拦截。像我现在车上装的就是类似这一种，它里面是很密的钢丝网，然后外面是比较粗的钢丝网，然后我是安装成这样子。因为我这中间是有螺丝的，我就是接一节不透气的，把它拉长以后，然后锁住，再装上去。我是装这样子，就这样子装上去。但是我的进气出气我没有改变它，是因为它原厂像这个它会设计成这样子，应该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存在。它可能是油气会撞到这个面，然后稍微产生凝结，然后会稍微往外滴。然后我加个网子，就是如果真的油气到罐子里面的油气，如果它的油量还是很高的话，空气的含油量还是很高的话，它在要被吸进去之前，在这边会再做一次过滤，把油跟气再做一次分离，再回到进气气管。这个是我的想法啦。然后我虽然车子很少开，但是我有空还是会开，想办法找时间开。那我有发现到说，我在做这个更换以后，我比原来的燃油效率多很多。我可能有这个看我影片朋友可以稍微做个比较，就是我基本上我装这一颗的是我之前的那个设计，就是进排气端我做调换，
这边进气，从这边出来以后，直接我也是接个铜网，在这边做燃油。但是我有发现，这个时候它的燃油率，就是罐子里面的油量比较少。然后我换个方式以后，它的燃油量有比较高一点。像这样子很难拍，这样，真的我管子装这样子我很难拿，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到。这个是我开一次车子，我可能开了10几公里、20公里就燃到的油。当然，这个可能是我的错觉啦，因为说实在话，我是有这个感觉，但实际上有没有差别？因为我自己开车的时间很不稳定，我开车的公里数也都不稳定，所以变成说我很难去能够比较正确的数据去比较两种滤油方式的油量。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有差别在，我原来的设计可能要开好几趟，我才会有油出现，然后反倒是我现在的这个方式，我开了1趟就有油出现了。好了，外面这个风真的越来越大，收音可能都会爆音。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安装废油回收罐后的检查跟注意事项，还有你们想要改装废油回收罐的时候，增加你们的废油回收罐的燃油率的话，必须注意的东西就到这边了。好了，谢谢各位，拜拜。